嗨，大家好，我是 Liz，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你的灵魂真实样貌。我们来看一下你灵魂真实的样貌是怎么样子的。那底下有3组选项，由左到右是1、2、3。这个的话是黄色方解石，它是有那个彩虹的。第二个选项是闪灵钻，这样。第3个选项是白色权杖水晶。那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按暂停感应一下，选好的朋友我们要从第1组开始解牌咯。好，第1组的朋友们是选到这个黄色的方解石的朋友们。那我已经有先抽好一张神谕卡，要来看一下你灵魂的真实样貌。这张卡是宇宙的气息，我的意志到您的意志，掌控宇宙的所有细节。这边的话，我觉得第1组的朋友们比较喜欢自己掌控自己人生的细节，比如说这时候应该要怎么走，然后我的人生应该要是怎么样的。但有的时候太过于控制，或者是你已经先设想好你是这样走的，有的礼物会没有办法进到你的这个生命之中，因为你已经认定，比如说假设你认定你只能做这个工作，然后年收入假设100万好了，但是可能后面宇宙有其他安排，就是你可以再往上跳更高，可以到150万、200万，但是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我这样子已经掌控得很好啊，什么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比较安稳，然后不敢去做一个突破，或者是你会觉得，我这样顺顺的走就好了，但也没有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是比较注重细节的人，对。然后我们抽一下塔罗牌来看一下你的灵魂真实样貌是怎么样的。这边是教皇牌正位，宝剑1逆位，皇后正位，好，权杖4者正位。那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平常在这个生活之中是比较有活力跟热情的，就相比别人啊，是比较有活力跟热情的。你很喜欢自己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然后你的话，你其实是有崇高的理想的，你是带着你自己的理念，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会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这边有抽到教皇，那平常的话，你应该人际关系上，就你应该会有很多人脉，不论是在工作啊，还是跟同侪之间，都有很多的认识。然后你跟大家的相处也是很融洽，包容力很强，你很可以接受不同的观点，对。你可能会一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记得包容不同的观点，不然就会跟其他人一样，就是会受到眼界的干扰。该怎么讲？就是当你已经拥有知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可能对一些事情是会有一些界定的，
但是可能之后出现的一些新的事物，不是可以用你旧有或者是现在拥有的知识来去做一个界定，这样会缩小你的眼界，所以你会一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要放宽眼界，多吸收不一样的人事物。然后这边的话，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慷慨，然后愿意照顾人的人。如果看到有人饿到啊，或者是比较穷困潦倒，你可能会想要去帮助他。然后如果有朋友去你的家里玩啊，你就会拿出很多东西来招待他，喜欢照顾人。对，然后如果朋友有难，或者是比如说被分手啊，然后需要安慰，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你是可以去倾听他的烦恼，然后给他实际上的解决方针的一个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灵魂想跟你说什么好了。权杖9正位，在这边。哦天哪！圣杯5逆位，皇帝牌正位跟圣杯3逆位。第一组的朋友们，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受到一些人事上的干扰，就是可能朋友去换了一批新的朋友，可能跟你之前的价值观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价值观其实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会有点不一样，你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而你带下来的这套见解，你是要跟大家来去做一个分享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想法，我觉得社会已经在改变了啦。以前会有比较传统的想法，比如说女生应该要27、28岁就要嫁啦，如果再不嫁之后就会不幸什么的。但你可能会觉得，不嫁也没关系啊，没有遇到适合的人就不用嫁，或者是不用娶。自己过得开心也是一种快乐啊，为什么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到了那个岁数就要进行，就是比如说结婚啊，或者是生小孩，有的时候会有更好的安排，就是也说不定。那我觉得你的灵魂这边在跟你说，你最近可能会面临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分离，比如说朋友已经换了新的一批，你有可能正在那个过渡期，就是旧的朋友或者是一些人脉关系已经断联了。不好意思，今天鼻音比较重。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已经断联了，然后你会有点悲伤吗？我觉得还好，你会去认真冷静的去思考说，为什么我跟他们断联了？我是跟他们的价值观哪里已经不符合了吗？或者是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共同的话题，或者是生活目标了吗？有的时候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们待在同一个环境，有可能你现在正要向前走，你正在看，就是我要往哪个地方前进，或者是你已经往上提一个层次了吗？比如说你原本是小职员，然后后面变成公司的主管，所以你已经没有办法跟你其他的同事是朋友的位置了，你必须去担起那个主管的形象，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然有的时候其实是会被人家欺负，然后事情会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的。这边他要跟你说的是，有些人际关系跟人事物会随着你的不论是年纪啊，或者是身份地位、思想的不同提升而慢慢的疏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内心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伤心，之前经营这么久的友谊，会因为某一件事情或者是
有的时候也没有吵架，就只是想法不一样了，然后生活圈不一样就分开，你会觉得就是有点可惜啦。但是你心里很知道说，现在我就是要往前走了，所以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好可惜的。你要去稳固你的江山，你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宇宙的牌卡有什么建议要给你。好，他这边说你不适合所有人，所以最近如果很在意自己跟周遭不一样的人，的朋友们，就是不要太伤心，因为你本来就不适合所有人。每个人的想法啊，跟理念一定都会有点不一样，就算他们的价值观都差不多好了，他们也会有不同的差异。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去离开这样子跟自己价值观或者是想法不合的人，是为了让我们去遇到跟我们价值观更相近的人。所以他鼓励你，你可以拥抱你的古怪，朝向你的真实目标。你内心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你来这里的目标是你要去传递你的理念跟想法给大家知道，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再活得这么的痛苦，就是可以再更随心所欲的活着。传递理念的话，它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做传递，比如说你拍戏剧啊，然后或者是像我这样子拍占卜的频道，也有那种你可能做一些企划活动让大家参加，让人耳目一新，或者是透过广告去宣传给大众知道，写文章也可以，就是从自己可以开始的地方去行动。对，我觉得你们这组的人行动力很强，所以当你行动，你完成了课题之后，你会往上爬，可是你身边的人跟不上你，所以他们会被慢慢的疏离，是很正常的，不用觉得太伤心。对，那今天的话，第一组的解牌就到这里。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好，第二组的朋友们是这个闪灵钻。那我已经有先抽好神谕卡，这个神谕卡是共感星际种子跟众生要入。那我来洗塔罗牌边讲解。这边的话，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们是，很擅长吸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比如说有些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想法，你可能透过看书、戏剧，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启发，你可以将那些经验去变成你的东西。例如什么嘞？刚刚想的那个举例太难哦。比如说，如果你在工作，你会发现这样做就是别人这样做蛮合老板胃口的，你就会去进行一个调整，然后下次也这样做试试看。或者是你会透过一个细节去知道说对方是喜欢什么样子的互动啊跟相处，就是你对人性是蛮了若指掌的。那众生要入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喜欢去冒险投入一件事情，就如果你去发现有一件事情蛮酷的，你就会想要去试试看，就是你有冒险家的精神。或者是你现阶段正在一个要转职啊，要面临身份的转换，比如说结婚或者是有孩子的，就是一个新的冒险跟旅程。就我觉得你的灵魂本身是很喜欢冒险的。
就会觉得哇，这很酷很刺激，我要来去试试看这样子。感觉蛮博学多闻的，喜欢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跟理解不一样的人事物。对。那我们用塔罗牌来看一下，你的灵魂还有什么样的特质？圣杯三逆位，宝剑八逆位，圣杯十正位，女祭司逆位跟权杖八正位。好，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就是平常是比较独立的，在交朋友上面是比较独立的，你会觉得有点像是四海皆是朋友的感觉，可能去旅行啊，或者是在网络上都可以认识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你的朋友不多，我觉得对你来说，朋友比较像是，如果当下你的那个状态，比如说你当下刚好喜欢爬山，然后你认识了一群爬山的朋友，你就觉得那时候跟他们一起爬山很开心。但是如果你过了一阵子，你们对爬山没有什么兴趣了，你跟这群朋友也会慢慢的就是没有联络。你对于朋友的联络都只有真的有要做什么的时候才会去做一个联系。对，平常的话，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那你如果在心情上如果不太稳定，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蛮敏感跟纤细的人，有可能你的心情啊会跟着月亮走，在靠近满月或者是满月的时刻，会比较容易情绪满出来，然后那个时刻你会比较容易有自我怀疑啊，跟情绪波动起伏会比较大。那我觉得你的话，你的灵魂其实很擅长解开束缚，因为你情绪的波动比较大嘛，你会去知道说自己的状态好不好，然后自己现在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有的时候会被困住了，但你想通的时候，你就会马上的去切开你这个状态不好的状态。状态不好的状态很好笑，就是情绪比较低落的状态啊。比如说你可能会有几天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废啊，然后这几天都没做什么事情，你就会振作，就想说，不行，我要来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了，不可以一直这样子停留在原地，你就会马上去做执行。就是你要么就是烂到一个极限，然后你要么就是往前冲，你是一个有点极端的人。然后这边圣杯十的话，我觉得你在情感上是很丰沛的，你很可以去同理别人的感受。我觉得你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应该是有家庭或者是像家庭一样的朋友去做一个支持的，就你跟他们讲你的心中的想法，是有人可以给你支持的。然后你小的时候可能比较从父母那边得到的爱是比较丰沛的，比较不缺爱。有的时候不见得家庭完整才是不缺爱，有可能你也许是妈妈或爸爸一个养大的，但是他们对你的照顾啊，跟情感上的关怀，就跟有爸爸妈妈一样，是给的一样多的，甚至还比有的家庭幸福。因为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吵架嘛，但是如果只有爸爸或妈妈的话，他们就会扛下这个责任去照顾你，然后会更在乎你的感受。但我觉得这边是家庭和乐融融啊，因为就很多，你看这边有凤凰，然后这边有，这应该是凤凰吧，没可能是小鸡吧，反正就是他们的孩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也蛮多兄弟姐妹的，就可能有2、3个。
然后可以一起玩，是家庭快乐的状态，然后你内心也是比较不匮乏的。这边来抽一下你的灵魂想跟你说什么。你是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哦。如果你没有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我觉得这张牌也有代表说你是有一群，那算是星际家庭吧，就灵魂的家族，对，灵魂的家族，他们是很保护你的，都一直守在你的身边。只是你有没有感觉，我就不知道了啊。如果有跳出来这些牌，应该是有感觉，就你会觉得你蛮幸运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时间上班快来不及了，然后刚好就会有一班车来，或者是会容易中发票啊之类的这种小确幸，就是你是会有人帮助的。对，然后这边他想跟你说的讯息是。权杖国王逆位，金币6逆位，跟金币皇后逆位。这边的话，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是不是很容易不小心冲动？就比如说要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一头热就直接栽进去。但是后来如果发现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喜欢，就是当初没有看得很清楚。然后不太喜欢之后就想要放弃，但有的事情做了就没有办法放弃。比如说你开了一间店，你过了2-3个月之后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喜欢，但你也没有办法放弃，所以你就只能继续做下去。他这边提醒你说，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去先冷静的想一下。这件事情的后果自己能不能承担，然后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然后这边的话，我觉得他有说你可以去无私一点的付出跟接受爱。这边像这边是金钱的话，我觉得是物质上的付出，你有可能会。这边会有2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你可能在接收别人给你的金钱啊物质的时候，你会不好意思接收，但有的时候那是别人对你的爱，就是他们关怀你的一种方式，所以你可以大方的接收。那另外一种的话是，你可能比较少付出，他这边的话会建议你可以去付出自己能力范围可以付出的金钱。或者是帮助，比如说在假日的时候去，流浪动物之家帮他们洗澡啊，或者是遛狗，就类似这种付出，可以让你的心态上变好。因为这边看你之前可能会比较容易困在自己内心的想法。或者是你运比较不顺的时候，你很容易在里面打转出不来。那我觉得你去做一些慈善啊，或者是公益，可以转换你的心情，因为你可能看到大家都在很善意的付出的时候，你的心态上也会变得比较轻松。你会觉得说，哇，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我觉得我好像找回生活的那种动力。很纯粹的那种动力啦，就是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建立在金钱之上，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感觉。而且如果我们有能力可以去为别人付出，帮助别人的话，那种心情也会很好，因为就代表说自己是拥有的，所以你可以为别人做一个付出。那这边的话，他有提醒你，最近如果有多花钱花比较凶。要节流一下，不要花这么多钱。花钱之前要先想一下是需要还是想要，才不会造成浪费。因为我觉得你有可能会比较，念情嘛，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可能东西都还很新，但后来就发现用不到，你要去把它丢掉的时候，你又觉得这样子有点
浪费跟可惜。那如果有这样子状况的朋友，可以把东西送给别人，或者是捐给更需要的人，去做一个善意的循环，没有错。那我们这边来抽一下这个神谕卡掉出来了，等我一下。那这边掉出来是星光兄弟，你是被保护的，跟虚空停下来拥抱冬天。那这边的朋友们，如果状态比较不好的话，可以先停下来，去让自己沉静一下，去认真的思考，或者是体验周遭的那种不一样的生活吧。比如说你平常不会爬山啊，平常不会运动，你可以找一个新的事情让自己去试试看，让自己去稍微冷静一下，因为你有可能正在进行，比如说你在写论文啊，或者是一个新的项目工作的时候比较不顺，那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短暂的时间，让自己在那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不再是属于工作啊，或者是学校之类的。然后这边我更确定你是受到保护的，你是有星际的家庭在保护你的，因为这边又出了星光兄弟，他们是有安全啊跟信任，你是可以去更信任周遭这些，就比如说你的信仰，看你的信仰是什么。如果你是信观音啊、妈祖或者是耶稣，那你可以信任他们，他们是会守护你的，或者是你的守护灵。最近就流行很多说法嘛，看你相信哪一个，你就相信，对，你就相信他们，他们会守护着你的。那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可以做一些善事去回馈给社会大众，让你的那种善良的心的能量去做一个流动，那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比较顺利。变得比较顺利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心态上会有所转换，因为你就会觉得你帮助了别人，然后你的心情变得很好，别人会因为你这样子露出笑容，然后你也会因为你有付出而感到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平常不会做的，心情上会比较好。那第二组就到这里咯，谢谢第二组的朋友们，下次见咯，拜拜。嗨，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选择到的是白色的骨干权杖水晶，它名字很长，然后我就有点忘记。它是双尖骨干水晶，白色的。它小小的很漂亮。那我们有先抽2张神谕卡，等一下来看一下你的神谕卡，你的灵魂的真实样貌是怎么样子的。好，这边的话有等待，还不是时候，事情正在编排，跟双重任务。光之工作者星际种子，做你自己来服务这个世界。那这组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有很高的几率是星际种子。星际种子的话，就是你有自己的任务要完成，所以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你有另外的任务，就是你要跟这个地球上的人分享你的爱。跟你的一些理念，去帮助他们可以更顺利的在地球做一个生存，对，生活，讲生存是不是太困难了一点？然后权杖3逆位，然后金币10正位跟圣杯侍者正位，再抽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你灵魂真实的样貌，金币国王正位跟权杖9逆位。
不好意思，今天鼻音比较重，就是一直流鼻涕，过敏了。好，这一组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比较年轻的灵魂，就是来地球没有几次，然后你可能会对地球上的很多东西都很好奇，你会问说，小时候可能会有个状况是，你可能很常问妈妈或爸爸说，比如说太阳为什么从东边升起啊？为什么路边的灯会在6点或者是5点的时候全部都亮？开关在哪里？或者是我为什么要来到地球上？然后我来地球要做什么？就是你会有很多的为什么。我为什么可以举例呢？因为我就是这种小孩，对。然后我妈会被我问到很烦，但她还是会回答我，我就觉得哇，她超有耐心的。现在仔细回想起来，然后我觉得你在物质生活中是丰富的，就是你是一个很富足的人，你很有能力可以给付出跟照顾对方。那我觉得这边如果你已经出社会了，在职场上的话，你在工作上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那还没有，这边有2种人，就是如果是才刚出社会，或者是换新的工作跑道的时候，你们是比较初心者的状态，就是可能是新人，所以你们在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还抱有那种同理的心啊，关怀的心。当了主管也会有，只是你会知道说，这个社会在进行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是需要一些制度来让自己不会去越界的，因为你们在付出的时候都是以一个很单纯的心跟情感去做一个付出，但是地球比较多，就是心思比较险恶的人嘛，会算计你们的这个真心。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只是要真心的帮别人完成这件事情，但别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笨啊？就一直来帮我做这件事情。那我之后都给你做就好，我不用自己来做。就是你的这个善心会很容易被人家利用，所以你现在比较知道说要去保护你自己，但你这个善心还是在的。就是如果真的你判断之后，你觉得这个人是需要帮助的，你还是会出手帮助他。但你可能在判断的技术上还没有很成熟，因为你来地球的次数比较少，或者是你才可能年纪比较小啦。我猜第3组的收看的朋友们年纪比较小，可能才刚出社会，或者是还没出社会，所以你有的时候会没有办法去真的判断说这个人到底是在利用我的真心，还是说他是真的想对我好。就你还在学习这个课题，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无奈跟无力，就是自己这么的善良，然后想要帮助别人，但别人给你的回馈都不是利用，不然就是嘲笑，就类似这种。一定会有那种很真心的去对待你的，但是面对到那些利用你的人，就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无力。那我觉得你在家庭方面，我觉得如果这边家庭有2种家庭，第一种是你在这个地球上的家庭，你是比较富足的，就是家里可能不愁吃穿，也不用你去负担一些生活的费用，就大家都可以养活自己，然后为这个家庭付出，所以你不用去花太多的力气去维持家庭的运作。那第2种的话是你的灵魂家族，就我们在说都会有一个灵魂家族嘛，就可能死了之后可以回去的地方，灵魂可以回去的地方，它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然后有很多资源可以去做运用，所以你来到这边的时候，应该是带着蛮多理念跟不同的想法下来的，你会想要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地球上比较好过生活。那现在来看一下你的灵魂想跟你说什么。钱币皇后正位，权杖八逆位，女祭司正位，跟圣杯十逆位。我觉得你的灵魂想跟你说的是，你是一个拥有很多资源啊，不论是金钱还是说人脉跟一些想法。人脉可能还好，因为这边有女祭司正位，你平常在跟人交流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因为受过太多次伤了，所以你会有一个界限在，然后你会去筛选身边的人，就是什么样是真心的朋友，什么样是利用你的朋友。然后你平常也比较去认真的思考一些关于哲学的问题吗？看你喜欢什么，你喜欢研究什么。像我的话，比较喜欢研究一些人生的哲理，所以我蛮常一个人去思考，例如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或者是我活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我会去跟我的兴趣还有我想做的事情做一个结合，然后思考。但这个思考会是比较往内在去思考的，去看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想要做的到底是什么。他这边的话，我觉得是，时候到了，你要去思考自己真正想完成的是什么。像我想完成的是，就算我走的不是所谓正常的道路，比如说现在大家不是都觉得要去外面当一个上班族啊，或者是有个稳定的工作，这样子才可以有稳定的收入，然后才是正常的工作。但我后来就选择了要做塔罗牌这个工作，然后会向大家证明，就算我只是做我喜欢的工作，就是它有点偏冷门，占卜应该算偏冷门吧，就是以那个整个社会来讲，应该算是比较冷门的职业。我想要向大家去证明说，就算我做的是冷门的工作，是大家比较不能理解的工作，我也是可以养活我自己，然后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只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想要去证明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有8小时都在工作，你要做60几年然后你都做你不喜欢的工作，这样太痛苦了吧？就我想要证明的其中一件事情是这样，然后我也正在试试看，就是如果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可以完成我心中的愿望。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在做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不是以金钱为考量，金钱也会做考量，会考量自己有没有办法活下来，然后不给人家造成负担。然后在这之余，我就会去做我想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人生活得那么短，你还要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到底要干嘛？要做就做喜欢的对吧？然后这边的话，我觉得你在行动上思考的时候，有的时候要稍微冷静的想一下，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动作太快，就是想好了就马上去做。他这边就是说你要去最近可以慢下来，去思考说要做的事情啊，还有想传达的理念，自己真正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个是要自己去寻找跟思考的，因为就算我跟你讲了，你可能也会觉得就是这样子之类的，不一定会被采纳或者是接收。但如果是自己找的，可以更贴近自己内心所想的，对。然后这边他有跟你说，你如果有在想要做一件事情，新的，比如说工作啊，或者是想法，或者是关系要更进一步，
他跟你说还不是时候，你可以再等一下，事情正在编排中，你有可能正在努力做一件事情，然后他还没有看到成效，你会有点担心跟焦急。那你不用担心，宇宙或者是你的信仰，就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他还正在帮助你铺这个道路，就是你还在走啦，还没有到那个点，你再等一下，对对对，之后那个路就会自己出现的。那这边再来看一下，最后还有什么样的建议？最后的建议是这个裂开低谷，臣服于生命的炼金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会遭遇一些挫折啊，跟比如说前面有提到，你可能会有一些那个算什么，被人糟蹋心意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很受伤。让你去经历这些伤害，不是要伤害你，而是说你受伤了之后，你会更知道怎么样去保护你自己，跟照顾自己。知道那个付出的程度到哪里就该停下来，不可以全心全意的付出，因为这里的人他可能不一定会珍惜你，他们不能理解你这些付出是多么的珍贵，他们会觉得说，反正你自己就是傻，想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你要去学会保护你自己的能量，然后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低谷是让你去看说。你可能不适合这样子的工作环境，或者是你不适合跟这些人相处，你要去调整你自己，让自己脱离那个状态。我觉得低谷是这样子的，透过那个受伤的低谷跟一些裂痕，去印证你自己真正是怎么样的人。比如说你付出了很多，最后你受伤了，你就会知道说，哦，你其实是一个充满爱，然后很愿意付出的人，然后你跟那些会伤害你的人不一样，因为你知道这些付出是背后有多大的努力跟那种时间，就是有付出了多少，你是很清楚的，所以你不会随便去辜负别人或者是欺负别人。这些低谷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到底真正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你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它是在帮助你蜕变成长，成为一个更好的你的方式。所以不要害怕这件事情，这些低谷都是让你往更好的道路前进的养分。对，那今天第3组的解牌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拜拜。